既要能在宇宙中驰骋，又要能单机突入大气层，进入大气层后还要能取得制空权，地面作战能力也需要具备，且上述能力必须集成在20米以下的机身内，且搭载变形机能，时间小于 0.5 秒，同时还要具备次世代的机体性能。当奥古将上述堪称刁难的需求提给死亡商人阿纳海姆时，对方竟然奇迹般的接受了，而他们交出的答卷就是欢迎来到鸡舍交流，今天要聊的是万代海姆的最新合金力作，也是 Z 高达当前最高规格的成品玩具 Metal Build Zeta Gundam。 我是直接2007吃线的港版偷跑，因为实在是太期待了，所以就没有忍住。然而这次的素质真的，如果它不是 Z 高达的话，我估计绝对我是不会买的。那到底是怎么个事呢？赶紧来开箱看一看吧。首先刚开箱就是一个大槽点啊，作为2000多的合金成品来说，配件量是不是有点过于少了？而且大部分还都是一堆支架，全部拿出来铺开来的话就这些。说真的，除了多一个备用弹夹和2个备用天线外，剩下的都不能算配件啊。手型也一共就5对，5指张开手、抓取手、握枪手、握光剑手和握拳手，真的寒酸的可怜啊！想想之后米家粒子炮还要单独出配件包卖1万日元，我真的就很难崩啊！还是来先看到本体吧，先把身上的这些必不可少的部件都搭载上。OK， 那么机体编号 MSZ006， 高 19.85 米，本体重 28.7 吨。这一如既往的 MB 式的亮面涂装，是覆盖 Zeta 高达全身的高规格伽马高达尼姆合金。开头提到的那些离谱要求啊，对于当时的阿纳海姆来说，开发是极其不顺利的，尤其是全身的骨架问题，同时要兼具高强度、高可动和可变形。这个事情就是放在玩具的领域啊，万代也是前几年才琢磨明白的。Zeta 高达的试作机最终也是做不到变形的，而事情巧就巧在了那个名字像女生的新人类少年，突然带着全可动框架的高达 Mark II 空降奥古，如获至宝的阿纳海姆加班加点吃透了他的技术，并顺着马克兔的思路开发出了可变形的全可动框架，顺利完成了奥古的需求。并且由于近乎苛刻的需求啊 ，Z 高达的零件规格也是非常之高的，所以机身骨架的强度、操作的精度都相当的高。你看杰多上手之后就能打出 Z 高达的百裂拳。那么玩具配置的可动结构究竟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B Zeta 的可动。首先脖子根部有一个小的拉伸关节，拉出后的低头能达到30度，同样抬头大概也就是30度的样子，非常的一般。而左右的歪头甚至几乎没有啊，也就大概15度的样子。头部左右平转会和衣领干涉，而且转到70度附近就会感觉很难接着转了，就好像转不动了，那这个可动堪称离谱了呀。肩部借助变形关节能向后折大概20度左右，向前伸倒是给了一段引伸关节，大概能做到向前60度的样子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肩胛可以轻微向上翻起一点，下方的小护甲也可以完全的抬起，然而手臂平台在避让后竟然到不了90度。大臂360度大风车倒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整个身体到处都是干涉，可以看到整个转动的过程是很不顺畅的。大臂根部给了360度的平转，这个地方真的超级紧。曲肘可以180度完美小臂贴住大臂，虽然没有什么联动的机构啊，但是这个弯曲还是很好看的。手腕只有向内的一段30度翻起，而根部是直装，除了旋转完全没有其他可动空间。这个腰部就非常的离谱了，可以看到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固定的死死的，是完全没有可动空间的。那这里只能借助变形的关节把前后裙架都解锁，抠开一段距离，此时的腰部才能做到前后加一起可能45度多一点的范围，而且很难固定住。同时也只有在前后裙架都解锁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左右大概60度多一点的转腰，而且这个转腰非常的难掰，感觉不止裙架而是全身每个零件都在干涉。我真的不明白设计师在设计可动的时候脑子抽了还是怎么样啊，已经很久没有玩过那么烂的 MB 了。前裙架可以完全正常的抬起，而侧裙架则给了一个2段的关节，虽然是2段啊，但线位线得很死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这设计有多烂了。而后裙架则是变形机构，能够做到像这样拉出来一段。由于机设的原因，侧裙架是跟着大腿一起动的，然而可动的范围非常的糟糕，导致和背包间有严重干涉。虽然努力掰还是能前踢100度以上，但磨损就很让人心疼了。同时向后踢也因为背包和后裙架的干涉，也只能到45度多一点的样子。最逗的是这个侧踢，理论上是可以做到90度打平的，然而这个2段的侧裙架最大只能固定到这个角度，所以你怎么掰都只有60度多一点。另外大腿根部是没有安排平转机构的，只能向外摆30度，很多 pose 因为缺少了这个可动，导致2个腿极其的僵硬，这可动拉垮甚至不如卡魂。唯一值得好评的只有这个联动屈膝了，能做到180度小腿贴住大腿，但我感觉这次的小腿体积过于大了一点，不是非常的好看。脚掌前段的护甲是可以抬起的，但智障的是后段的小薄塑料片是固定死的，很容易损坏。脚踝的左右能摆动30度。
脚掌的整个上抬能接近45度的样子，还算是不错的范围，但是向后摆就只有15度不到了。当然因为变形前脚掌也能向下折叠。而这次的幽默接地也是非常幽默的，知道 Z 高达的小腿甲长，也确实做了脚踝下拉关节，但下拉后并没有对接地有改善，这个30度多一点的向内就是我能掰到的极限了，向外的接地更是直接完全没有了。而最让人无语的就是背包可动，竟然只能横向摆动，上下前后都不能转，直接变成整个 Z 高达背上最大的干涉物，我真的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这次的可动真的烂得我想骂人和设定中的可动框架相去甚远。人家优异的骨架不仅服务于可动，还能兼顾变形，虽然因为变形结构的挤压，驾驶舱的空间也被大幅挤压，但实际上该有的全周天和线性座椅也一个不少，其他被挤压的还有反应炉的空间。变形结构的关系，自然是放不下常规尺寸的炉子的，而手臂往胸内收纳的结构更是让炉子不能放到身体上，这时两条腿就变成了天然的容积空间了。而开发团队更是不断的努力，将反应炉缩小至常规大小的一半，虽然一台只有1000千瓦，但两条腿各装一台，再配合上胸部的20千瓦副反应炉，Zeta 高达成功做到了0087年顶尖的2020千瓦处理水平，所以可以看到 Z 高达的小腿体积非常大而玩具也做了展开的机构，这个细节我还是很喜欢的。而动力充足的 Z 高达在小腿和后裙甲后方都搭载了推进喷口，推力能达到112.6吨的水平，而肩部也有多个姿态治愈喷口，用于宇宙的作战。至于 Z 高达的背包是干嘛的？首先 Z 高达的背包是3个部分，中间的这一根是长尾推进器，可以看到玩具这里给了展开的推进喷口结构，本身也具有多角度的可动，可以控制推进的方向，同时也作为 MBAC 机动的一部分，参与到机身的平衡，而变形后又能在大气圈内作为垂尾参与气动。至于另外的2边是干嘛的？这里需要变个形才能揭晓答案。首先把天线两端都收纳起来，解锁大臂两侧根部锁扣，向前拉出前裆甲，然后就能把胸甲给整个抬起来了。把驾驶舱的部分展平，同时向上拉伸整个胸部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向下滑动2个手臂了，然后向下压头部，把头往胸内缩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腰部两侧装甲会联动内缩，此时需要小心调整胸甲，慢慢越过头部。此时如果腹部的装甲没有合拢，说明头部没有按压到底，要继续往下按。接着就能向下收起胸部的展开结构了，压到底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合拢的。接着抬起2条手臂，然后捏住根部，把2个手臂向内转90度收纳，把长尾推进器抬起来，然后向下拉伸展平。接着把背包向内翻折，同时解锁背包的锁扣，接着把整个翼面做180度的翻转，向后拉出后裙甲的锁扣，将2片后裙甲推进器向上翻折过去。接着最关键的一步，要把整个腰部向后仰到底。怎么判断到位了呢？就是腰部的缺口和后裙甲再次合在一起，这个时候能看到两侧的2个1字孔洞，这里就可以把后裙甲推上去，扣到这个孔里了。这时候的长尾推进器也有个固定装位能扣进去，然后把两侧的侧裙甲像这样翻起来180度转动，这个时候就能解锁大腿内部的锁扣了，同时向侧边翻折，翻折到90度，这里的结构和卡魂完全不同。接着把2个侧裙甲向内收纳，折到像这样立起来，然后向上抬肩胛到最大的幅度，就可以把手臂向下收进大腿臀出来的空间内，然后再盖上肩胛的盖板，注意看翻折到位的话，喷口是倾斜60度的。接着像这样把背包2边翻折到身前，一定要注意刮蹭。接着拉出隐藏的背包翼面结构，然后把大腿根部继续往上推到底，这里需要把这个大腿根部的关节做到向上30度倾斜。然后看到侧裙甲的凹槽和机身侧面的装位，把2边固定起来。如果发现不能正常到达对应的装位的话，说明腿上没有上抬到底，得再掰一掰。把整个脚折叠收纳起来，然后向里推到底，收起脚踝的拉伸关节，接着把脚后跟的这个小盖板给翻起来，露出里面的隐藏喷口。接着这一步看我的操作，首先把膝盖的锁扣按下去，然后把小腿肚后方的喷口盖板向前滑动，这个时候就能向下翻折一小段小腿了，把这个盖板再顶起来一段，接着你必须继续往下折小腿，才能把黑色的部分推出空隙，然后才能把这里给翻出来展平。接着继续翻折小腿，然后推一下膝盖，否则会卡住，没有卡的话，膝盖会像这样穿过来，再进一步的折叠之后，膝盖就会水平的扣在前方了。此时再将盖板给扣下来，然后向前推推进器的盖板，让盖板完全遮住膝盖甲。然后是盾牌，首先拉起起落架的部分，解锁后把盾牌滑动拉伸开，这个时候再把起落架的部分扣回去，将盾牌固定。搬起盾牌末端的这个装位，
同时前面的连接位点也要180度翻上去，然后就能根据装位连接到机腹部了。机头这里的这个锁扣是个滑动锁扣，接上之后向外拉盾牌就能锁紧了。那最后的最后，这一步是要把飞行装甲的装位扣到盾牌两侧的凹槽固定，但是这一步比较离谱的是，飞行装甲内侧必须紧紧的扣住手臂，如果这里不是扣紧手臂扣在一起锁死的话，这个装位是根本对不齐的。但是去扣手臂这个过程又需要大力去调整，刮蹭漆面是板上钉钉的了，所以这个变形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烂啊！心疼刮蹭的建议跳过这一步，反正样子已经大概成型了。最后再抠出枪的尾部连接滑槽，翻开机背部的盖板，把光束枪插进去，最后再把盖板盖下来，变形就完成了。不知道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觉得这次的 MB Z 高达的变形怎么样啊？当然了 ，Z 高达在设定中确实就是这么变形的，但是这个机构的复杂程度和变形的手感跟卡魂的 Z 高达比起来，真的就是画蛇添足，多此一举。不仅牺牲了很多用来做可动关节的空间，而且变形后的造型，万代你自己看看，真的好看吗？做了那么多的压缩结构啊，出来的这个机身侧面依然厚的离谱，直接被卡魂完爆，完全没有设定里程波体的感觉。Z 高达变形后的形态叫做 Wave Rider， 就是尘波体的意思，是一种空气动力学的结构。在超音速下，机头产生激波，激波被飞行装甲分割成上下表面，下表面的巨大压力会将整个机体给抬起来，就像机体沉在气流之上，于是得名尘波体。东风17快递的弹头就是该原理。因为要对抗激波，所以飞行装甲和机头的材料都得是非常高的强度，所以 Z 高达的机头用了盾牌并做了特殊化的造型，而机腹的飞行装甲又采用了高强度的材料。这个造型看过去像不像贾布罗降下作战时马克兔脚下踩的 SFS？ 其实这里就是卡缪给设计组提的建议，把 SFS 融入设计，不就能实现单机突入大气层了吗？所以 Z 高达的背包是很硬的，人形态时能完全当盾牌用。至于机翼的小翅膀，其实是为了低速时提供一点升力，但本身 Z 高达的推重比就已经很离谱了，而且 WR 形态下可以看到所有的喷口都朝向了后方，所以变形后的 Z 高达加速度和速度都是顶尖的，大气圈内能达到 1.5 马赫。MB 这次虽然变形并不优秀啊，但像喷口这些细节的处理还是有 MB 水平在的，并且也给出了非替换的起落架展开，虽然就是一个简单的滑槽机构，但做了就应该给一个表扬。好了，那么说完可动和变形，最后再来聊一聊武装和配件。首先玩具给了一个独立的连接件，能让盾牌从侧握改成像这样前握，不过我没有用上。小臂的2连装榴弹发射器也有刻画，而且给了像这样的滑槽滑动展开机构，左右手都有，还是很好看的。不过备弹就2发，如果觉得不够的话，可以再装上这个备用的弹夹，可以扩容至19发。不过装上就不能变形了。另外除了发射榴弹 ，Z 高达还发射过钩索，用来缠住卡比尼。头部的空间很局促，为了变形把之前的水壶脸都给削尖了，不过依然还是在脑门上搭载了2门60毫米的火神炮。话说这次我最满意的一个点就是这个 Z 高达的脸是真的很正啊。Z 高达的光束键收纳在腰部，玩具给了展开的机构，虽然看着体积好像不大的样子，但功率能到 0.65 兆瓦，是当时光束键里的超一流水平，而且收束率极高。同时卡缪还用它打出了特殊的操作，把剑丢过去转起来，然后用光束枪打剑刃，激发光束形成类似光束散弹的效果，也就是卡缪技术高了，要打中光剑就逊爆了。另外这个剑还能当光束枪使用，在变形后置于机头的两侧，因为功率高，激发时能达到 1.3 兆瓦的功率，威力也足够做辅助的射击了。光束步枪来自波瓦公司，型号 XBRM87A2， 功率能达到 5.7 兆瓦。玩具不仅给了枪身拉伸的辅助瞄准镜联动展开，并且还原了 E-Pack 弹夹的推出机构，这把枪的收束率极高，贯穿能力极强，也是属于超高规格的武装。而玩具这里更是给了枪头的2段拉伸，这难道是能进一步提高光束收束率吗？另外，由于这把枪超高的光束收束率，所以进一步加大挨力场就能让枪头形成光束剑刃，不仅比普通的光剑要长，而且对于中距离到近身战的快速切换也很有优势。但弱智的是，玩具又给加了设定，枪屁股也能形成光剑，这都他妈谁想出来的？东西不好好做，设定乱加是吧？另外，这把枪不用的时候，玩具这里可以通过展开飞行装甲侧面的连接件，把枪挂载到背上。另外，在 WR 模式下，该枪也能正常的击发。那最后的武装，或者我也不知道这能算武装吗？就是阿纳海姆开发的生物电脑，是一种让驾驶员用脑波辅助控制的系统，算是准赛克缪系统，但硬是被卡缪完成了神棍武器，不仅能形成能量场弹开光束攻击，还能增幅光剑变成40米大长刀，更是能把铁奥短时间压制到宕机。请希洛克吃西瓜冰，卡缪的 Z 高达和普通的 Z 高达是不一样的。
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全部的评测和机设介绍了。说实话，非常的失望，辛辛苦苦准备了机设讲解，写好了稿子，还买了快货，但造型不出众，可动拉胯，变形冗余 ，Wave Rider 形态也一般，卖2000多还阉割米加粒子炮，让我武装只能少介绍一段，简直烂得没边了。我非常不推荐买。隔壁卡魂的 Z 高达也是合金，可动更好，把玩舒服，完全变形，而且造型好看。关键武器不阉割 ，MB 拿什么比？只能求求各位能投2个币给这位凯子 UP 主回血吧。那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